一见到约翰，路易莎立刻就投进他的怀抱哭了起来。路易莎告诉约翰，反抗军的首领耶雷斯不幸落入了政府军的手中，他不是在为自己哭泣，而是在为国家哭泣。路易莎还告诉约翰，他深深地爱着耶雷斯，他们两个人早已私定终身，如果失去了耶雷斯，他将无法独活。路易莎请求约翰去救救自己的爱人，约翰不忍拒绝路易莎，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。为了表达谢意，路易莎给约翰送上一个香吻，并称赞他是墨西哥人民最好的朋友。你别听路易莎说的好听，其实他就是在利用约翰给他免费干活。这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他跟艾伦德他们也都差不多，就是把约翰当作免费的工具人，约翰还傻傻的忙得不亦乐乎。接下来路易莎带着约翰来到关押耶雷斯的地方，他嘱咐约翰一定要把耶雷斯安全的救出来。交代完毕，路易莎就回去等约翰的好消息。这座堡垒监狱的规模可是非比寻常，不但墙体高大，更是牢不可破，一般人想要擅自闯入是绝无可能的事，但这对于咱们的小马哥来说却是易如反掌的事。很快约翰就找到了这座监狱的 bug， 他不但顺利的从一面围墙的破口处翻了进去，更幸运的是还没有守卫发现他。这也就是约翰吧，你要换一个人试试，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等约翰跑上墙头，才发现士兵都跑到下面去了，他们此时正准备给耶雷斯执行死刑，于是约翰果断开枪将一个士兵爆头。虽然约翰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但他们毕竟是训练有素的政府军，再加上他们人多势众，火力十足，约翰把他们全消灭掉也费了很大的力气。等见到耶雷斯，约翰提起路易莎，耶雷斯却对这个名字表示陌生。听约翰说路易莎就是他的未婚妻，耶雷斯这才想起来他是谁。接下来两个人骑上马一路快跑，耶雷斯问约翰是怎么认识路易莎的，但他却把路易莎的名字叫成了劳拉。听见约翰纠正自己，耶雷斯却不以为然，一个能把自己未婚妻的名字都叫错的男人，这也是没谁了。等见到约翰把耶雷斯平安的带回来，路易莎对约翰感激不已，于是又想用身体表达一下谢意，没想到却被耶雷斯一把给拽住了。耶雷斯向约翰保证，从今以后他们两个人就是兄弟了，有什么事情尽管找他。约翰提起哈维尔和比尔，耶雷斯答应一定帮他找到这两个人，但交换的条件是约翰要帮他干活。刚才耶雷斯还信誓旦旦的要感谢约翰的救命之恩，这马上就跟约翰谈起了条件。看来这个耶雷斯比猴都精。接下来耶雷斯对着路易莎唱起了歌，跳起了舞，结果他又把路易莎的名字给叫错了。Puedo ver el fuego en tus ojos, Laura, dame la fuerza para luchar。虽然对于耶雷斯，约翰并不抱太大的希望，但目前他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。于是第二天晚上，约翰就找到了耶雷斯。对于约翰的到来，耶雷斯表示欢迎，他对约翰大为赞赏。他认为只要多一点像约翰这样的人，他耶雷斯统一墨西哥也是早晚的事。一想到自己有一天可能达到权力的巅峰，耶雷斯就如同打了鸡血，于是就领着手下喊起了口号。对于他国的政治，约翰毫无兴趣，他只想赶快找到比尔和哈维尔，好救回自己的家人。那还有什么说的？你先给我干一个活，然后我就帮你打听这两个人的下落。这还真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不过约翰早有心理准备，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耶雷斯的条件。耶雷斯这个人其实也不咋地，但对于约翰来说，他可比艾伦德、文森特、路易莎他们靠谱多了。但这都是后话，咱们以后再说。在路上，约翰向耶雷斯提起达奇和范德林德邦，没想到耶雷斯听了以后，对于达奇大为称赞。他认为达奇和他一样是一个革命分子，他们同样都是反抗政府，反抗不公平，救可怜的人于水火。说话之间，两个人来到了沙漠之花。耶雷斯准备今天晚上干一票大的，他和约翰两个人要劫持一辆运输军用物资的火车。接下来耶雷斯分配一下两个人的任务，由耶雷斯负责引开两个守卫，至于劫持这辆火车重任就交给约翰了。此时的约翰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能服从耶雷斯的安排。等耶雷斯引开守卫，约翰立刻就冲向火车，但很快就被一个士兵发现了。约翰当机立断，一刀结果了这个士兵。接下来约翰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他爬上火车刚想干掉另一个士兵时，没想到却被别人给发现了。接着无数颗子弹疯狂地向他射来，立刻就把约翰给打成了筛子，于是约翰就一命呜呼了。有了上一次的失败，约翰吸取教训，这一次他秘密前行，偷偷地干掉一个又一个的敌人。最后他成功地劫持了火车，顺利地把火车开到了耶雷斯指定的地点。等耶雷斯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于是约翰又提起他想要的线索，耶雷斯让他回去等消息，并保证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就在约翰等消息的过程中，忽然有一天艾伦德找到了约翰，他告诉约翰一个好消息，他已经找到了哈维尔和比尔。